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沈频道。这期的公子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台湾民调，这个民调来自于台湾民意基金会，结果显示，在台湾有将近50%的人，它的具体数字是48.9%，倾向于支持台湾独立，还有26.9%选择维持现状，另外有11.8%倾向于两岸统一。那么我看到这个数字后，觉得这11.8%的人脑子是怎么长的？居然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濒临战火的时代，他还支持两岸统一，支持被共产党统治。中国现在已经不是90年代、2000年那个时候了，已经不再是改革开放时期了，现在是改革开放倒退期，是走向没落时期，是跟世界为敌的时期，你却要跟中国大陆统一，到底是怎么想的？然后再一看这11.8%当中，大多数人77.9%的人是不坚持的，就是他虽然赞同两岸统一，但是不愿意坚持，他们也有点摇摆不定啊。这些人就是我们争取的人，对吧？再看支持台湾独立的大多数人，这当中，坚持的和不坚持的差不多是一半一半，坚持的更多一点，不坚持少一点。其实，在我的这个分析系统当中，我认为，即使支持两岸维持现状的人，其实也是支持台湾独立的人，因为现在的现状就是独立状态嘛，对吧？所以，如果把支持现状和支持台独的人全部加在一起的话，那就占了全台湾的这个民调当中的75%的台湾人，那就已经很多了，是吧？实际上，这些人75%以上的人是支持独立或者维持独立状态的。然后我们看民意基金会对这次民调的分析，他说现在赖清德在2023年年初宣布两岸关系处理将延续蔡英文的4个坚持，传达他若当选将延续维持现状的政策，希望争取中间选民的青睐。相比而言，柯文哲和侯友宜在这方面的立场就比较模糊，着力比较少，所以他认为这是赖清德目前民意支持度大幅领先的重要因素之一。除了民进党的立场比较坚定，那另外2个党呢就有点模糊啊，有点模糊的这个原因，那当然是受到了中共的影响，或者是他们想要拉那些支持统一的人的选票。所以你会看到柯文哲和侯友宜，实际上他们有时候两边话都会说啊，一会儿两岸一家亲了，最近台北市长蒋万安还跑到了上海，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还是想跟中国藕断丝连。然后一边呢又怕得罪大多数的台湾民众，所以又要说一些站在台湾立场的话，就是跟民进党立场重叠的话，所以就是他们很纠结，摇摆不定，所以就让人看到很模糊不坚定。但是从这个民调当中也反映出，大多数台湾人还是顺应时事的，大多数人还是分得清是非黑白，知道在什么样的处境下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特别是如何的利用台湾现在在国际上的战略地位和整个新冷战的大趋势。如果站对站错了，不仅是你会导致自己的灭亡，同时也违背我们的良心，我们的价值观，对吧？所以大多数人还是会从自身的利益角度出发，并且符合自己的价值观去做出一个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中共政权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所以说我们就看它一点一点沉沦就好了。他们站在国际社会这边，守护好自己的安全，不要过度依赖中国，也不要对中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其实就可以度过这一劫。我们站在台湾或站在国际舞台的角度，可以看到中国大陆会发生各种各样光怪陆离的事情。最近日本倾倒核污水的事情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无脑仇恨，看到了他们的歇斯底里。中国的华商报应该是一个鼓吹改革开放的报纸，却刊登了全版来辱骂日本，说日本 shameless， 用了简体中文、繁体中文、日语和韩语4种文字痛骂日本，说日本罪行累累，而且不顾国际社会强烈反对，地球上可以没有日本，不能没有干净的海洋。最后说日本是罪不可赦。其实就在10几年前，2011年福岛泄漏的时候，当时的华商报还没有这样的疯狂，他们还保留了一点理性，说在日本9级强震和海啸的时候表示默哀，而且引用专家的说法，核电发展不受影响，在西安当地辐射的程度是全国最低。从一个理性客观的报纸，现在变成了如此狭隘、如此情绪化的媒体，可想而知
中国的整个社会生态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请问日本人往大海里面排核废水这个行为，跟一个素质低下的人往公共游泳池里面撒尿有什么区别？而且还要假装馋两口说你喝一起来嘛！从8月24号开始，日本每天排放460吨，到明年3月总共3万吨。然而，这才仅仅是福岛核废水的2.3%，全部排完还要30年。我们还要陪他一起受这苦30年，整整30年！大和民，我看你是要有福投降啊！除了排向大海，他们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能送他们一句：以怨报德，此乃无义；篡改历史，此乃无耻；推卸责任，此乃无情；目光短浅，此乃无知；祸临殃民，乃是无德。看到这里，必须那个传点子森理。美国驻日本大使还在日经新闻网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认为日本对福岛的事情是公开透明的。他说，日本的做法反而跟中国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不仅是在 SARS 还是在后来的新冠，都是在试图掩盖真相，缺乏透明度，也不允许国际机构的独立调查。如果中国能够像日本这样公开透明的话，那么有多少条生命可以被拯救？而且他还讲到，中国现在对日本这样的苛刻，但是对自己呢？中国的核电站每年释放多少含氚的物质到大海当中？中国的好几个核电站，他点出名字来了，说比日本这次福岛释放的氚要多5倍。请问你有没有像日本这样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去监测、去采样、去调查呢？美国驻日本大使的这篇文章狠狠打了中国的脸。空港で9月からもう段階観光でやってますけど、9月入国条件のホタテ食えと。条件、ホタテ10個。会話多いでホタテ。いやいや、それで十分紹介いけるから。もう、で、これ、美味しいと映像を撮って、食べてくださいってこっち側で映像を撮って。それ何の効果もない。其实，中国的这种超乎常理的、极度狭隘和情绪化的反应啊，而且是在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其实全世界都看到了。这出自中国的政治目的，为了他自己政权稳定而服务。但是这么做会让多少中国人变成无脑小粉红，也会导致中日之间的进一步摩擦，使得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另类。就像我上期节目讲到的，他最近又出版了最新版的中国地图，得罪了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等等各个东南亚国家。看来中国政府还是嫌自己敌人不够多。当然，这种敌人越来越多，恶意越来越大，敌意越来越满，也是他维护政权稳定的必要手段，同样也是他最终走向灭亡的催化剂。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的话，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还有加入会员收看会员专属的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